本期视频呢，我们来讲一个 TradingView 里很热门的一个指标，叫做 ADX and DI。大家可以在这个指标里搜索到啊，有这个4万的一个点赞。这个指标呢，就是平均趋向指标。它有一个很好用的特点，就是可以告诉你当前到底是处于多头趋势还是处于空头趋势，以及这会儿到底有没有形成趋势，还是处于一个震荡区间。尤其是它结合布林线来使用，可以很好的在找到支撑压力位的情况下，判断准市场的趋势，以及当前到底是处于震荡，还是处于主升的上涨期间，这一点是非常实用的。那么本期视频呢，我会详细讲解 ADX and DI 的参数设置以及使用教程。最后呢，也会结合加密货币和股市来分别讲述在不同的市场上如何使用的。也欢迎大家使用大帅的自己编写的 TradingView 指标。有任何问题，记得在下面留言。感谢大家的订阅和点赞。好，首先说一下使用。使用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在搜索列表里搜索 ADX，你就可以看到在里面有 ADX and DI，这个就是它的指标。这个呢有4万个点赞。然后选择之后呢，就可以把它应用在附图上了。打开设置参数，我们可以看到它有3个重要的数值，一个是 DI 加绿色，这个代表多头；一个是 DI 减红色，代表空头强度；一个 ADX 代表趋势强度。然后在输入里呢，可以修改参数。在这里呢，如果你想让它走得更敏锐，你就把参数缩小。如果你想让它走得更迟缓，或者说更注重大趋势，你就把参数增大。然后在这里呢，对于加密货币市场来说呢，一般我们把它修改为12比较合适啊。在这里我把它调成12，然后点击确定。好，修改完成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下面就是这个 ADX DI 的一个属性了。然后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判断，就是判断市场的一个强度。刚才讲了，绿色 DI 加就代表多头强度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，从这个位置开始，绿色上穿红色占据了多头，同时布林带成功的站上了中轨，回踩中轨不破。那么只要绿色在上边，它就一直处于多头趋势，直到这里红色上传，在这里红色上传，那么它才会进入短暂的一个空头区间。然后这个白线的话呢，只要它超过20，就代表趋势已经启动了。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位置，当然它的话呢，没有布林线的趋势反应的那么快啊。它的趋势是相对延后的，所以这个话呢需要调整参数。在这里呢，我们就还是用默认参数就可以。我们主要用它结合布林带来确认当前的趋势是否有效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这里布林带的中轨往上，趋势往上了，它的绿线也上来了。再配合这里明确的趋势突破，我们把这个位置画一下。从这个位置开始明确的趋势突破，那么接下来呢就来一波持续的上涨行情，直到这个位置趋势线开始往下转，代表有可能行情要结束了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后来就进行了一波回撤。对于下跌的话呢也是一样的，当红线在上面的时候，代表现在是下跌状态。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种位置，你可以看到布林带的话已经跌穿了中轨，同时红线在绿线上边，那么它的这一段就是整体的一个下跌趋势。包括我们可以看到整这一段区间都是红线在绿线上面，那么这一段呢就是以下跌行情为主。包括这里可以看到，虽然短期跌穿了布林带，但是反弹之后红线依然在上面，那这个反弹就是无效的。除非红线到绿线下面，那这个反弹才是有效的，可以帮助大家规避一些假的反弹。好，首先我们以加密货币为例，
因为刚才我们的参数是最适合加密货币的啊，股市的话一会儿我们调整。然后在这里呢，我们来看这个 BTC。首先的话呢，在使用的过程中，任何趋势动向指标在大周期使用都是较为精准的，不建议在太小的周期使用，除非是像这里，你可以明显的看到，告诉你了白线啊，默认的是紫线啊，我把它调成白线了。我说一下，就是这个 ADX，默认的是紫线，为了方便看，我把它调成白线了。然后当这个 ADX 在20之下时，代表当前在一个震荡区间。我们可以看到，那么这一段它就是处于一个震荡区间。在这种震荡区间里，你可以切换小周期去做，因为震荡区间其实更容易用小周期来套利的。然后在趋势过程中，你可以看到这里绿线上穿了红线，代表多头取胜。那么这里呢，你可以看到明确的是沿着布林带的中轨开始上涨，直到这里开始突破白线往上，趋向动向增强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随着它上涨了，直到什么时候呢？直到这边你会看到，哎，又进入了一波震荡趋势。那么这一段呢也是震荡趋势，你就可以在里面来做一些套利啊。套利的话呢，其实就比较简单了，就以这段我们把震荡区间画出来，先把20线画出来，这段线20之下的都是震荡区间，那么对应的话也就是这一段。那么在这一段里呢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其实布林带也确认了它是处于震荡状态的，因为布林带它处于一个缩口状态，上轨和下轨很近。那么对于这种上轨和下轨很近的行情，其实也很简单，布林带的下轨是支撑，对吧？下轨是支撑，上轨是阻力，啊，上轨是阻力，直到它明显的线条往上就要注意了，可能要转势了，对吧？这种位置你就一定要特别注意，然后就可以在这个里面做一些震荡的套利。这样的话呢，就不会出现有些朋友分辨不出来，对吧？在这里来回震，如果你每次都在这种位置做突破，或者在这种位置做跌穿，那么都会失败。但是如果你意识到了这段时间是震荡区间，是用来套利的，那么就可以避免去做一些突破的举动。就是要突破的话，至少你也等趋势确认。例如这里明显的布林带上轨开口了，它站上20了，你知道趋势可能重新开始了，你再找一些突破的机会，这样的话呢，胜率会比较大。那么这个就是对于加密货币的使用，包括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，别的品种其实也是一样的啊。以 ETH 举例吧，也是一样的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当它红色的占据上风，上穿绿色之后，我们画出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之后，只要红色一直在绿线上面，它就一直处于下跌趋势，直到这里绿线上穿红线结束，那么你就可以用它吃住这整一波的下跌行情。包括可以看到，在这里已经明显的趋势线站到20之上，代表趋势开始启动了，布林带的中轨也往下了，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，就可以用它呢来找住这种大幅的下跌行情，甚至在下跌行情里，你也知道，当这种涨到上轨涨不过去的时候，其实就是一个短线开空的一个位置。因为布林带中轨是往下的，上轨是阻力，再结合它红线在上方，就确认现在依然是空头的主战场，多头要谨慎。好，然后接下来的话呢，讲一下在股市里如何使用。在股市里的话呢，我们把它切到英伟达里。然后在股市的话呢，我们需要把参数调的缓一点啊。股市的话，不要把参数调的那么小，太小了太敏锐，而且大家知道，股市很多时候都是一种慢牛或者说持续性行情比较强，尤其是像什么标普啊、纳斯达克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把参数调成17啊，调成17啊，点击确定，你就可以看到它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参数。
就可以帮你更好的找到当前的趋势到底是什么样的。你可以看到清晰的，对吧？绿线上穿了，有一波大行情；绿线上穿了，有一波大行情；绿线明确的上穿了，有一波大行情。然后同时对应的话呢，白线也要往上走。大家一定要注意啊，白线就是 ADX，ADX 也得往上，并且大幅上穿20，才代表这个上涨是有效的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例如在这里，白线上穿了20，但红线在上方是下跌趋势。然后在这里，白线同样上穿了20，但是绿线在上面是上涨趋势。那么在这个位置你就要注意了，一波趋势就开始上涨了。直到这里白线开始往下拐头，要注意了，这段趋势可能会有上涨重新回归震荡趋势，它可以给你做一个预判。当然呢，你也可以使用布林带来做一个预判，但是它俩结合起来胜率会更高，而且可以帮助你判断到底现在是多头趋势还是空头趋势。这一点我认为是十分重要的，因为在市场里最好的方法就是认准趋势来找机会。例如你明确的知道这里是上涨趋势，那你的操作策略就可以简化的很明确，就是低多，跌下来，跌到中轨附近，跌到中轨附近，跌到中轨附近，低处开多，然后往下设一点止损，可能在你开多的当根 K 线的最低点设一个止损。那么这样的交易就是很省心的，而且它可以持续往上冲。但是如果你方向做错了，就可能很麻烦。例如，哪怕你位置开得很好，假设在这个位置开了空，短期内是最高点，但是趋势不向着你，很有可能又会回落。所以这一点呢是特别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它可以告诉你，第一，你方向对不对；第二的话呢，趋势起来了没？如果说趋势没起来，对吧？例如在这里，它在20线之下，趋势没有起来，那你做多做空其实都有利润啊。例如你在这个中间线做多，那它会跌到下面给你止盈，涨到上面给你止盈。如果你在这个中间线的附近做空，那么它也会跌到下面给你止盈。所以对于震荡趋势，其实反而无所谓，做多做空都可以。但是对于这个趋势已经起来的情况，你就一定要注意了，方向不能做错，因为趋势已经起来了，这个势能已经起来了。如果方向做错了，很有可能就会被拉爆。所以这个呢是它很重要的一点，可以辅助判断当前的方向，包括判断到底是不是多头强度在里面是足够的。如果多头强度在里面是足够的，不管你什么时候做空，对吧？除非你位置特别特别精准啊，例如这里做空，第2天就撤啊，这里做空3天之后就撤，那这种可以。但是明显没有做多比较舒服，因为方向是多头，你做多这个位置可以一直把这一段都吃完。所以这个呢，就是这个指标特别重要的一点。好，然后讲完这2个，再分享一下这个 ADX 平均趋向指标的一些实战中的使用技巧。在实战中呢，行情波动的时候，它很多会出现一种行情分歧。其实这种分歧往往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。我来举一个例子啊。在这里呢，我就以这个加密货币为例，股市中也有，大家可以自己看。就是当绿线在上方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目前处于市场多头状态，这个刚才已经给大家讲了。然后这个白线越往上呢，代表趋势越强，这个也分享了。但是有时候可能会存在一些分界点，抓住分界点呢，往往是比较好的机会。例如在这2个位置。绿线距离红线很近，但是最后红线没有穿上来，那么这种位置呢就会触发持续的一个反弹。我再找一个比较更明确的一个例子，帮大家更好的看一下这个位置啊。就像这边一样，它挨得很近，但是没有成功，绿线依然在上面，那就代表当前依然是多头趋势。然后红线呢也是一样的，例如它开始贴近，
但是红线在上面依然没有成功，那么就代表当前依然是下跌趋势。所以这一点呢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当前趋势的强度，到底是上涨趋势还是下跌趋势。包括这边可以看到空头在上面力量很足，这两个位置绿线和红线都快反转了，但是没有反转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它会依然进入一个下跌的趋势。还有就是当白线往上的时候，代表趋势开始，你有这里红线在上面是下跌趋势，那么当白线往下的时候，代表趋势结束，短暂的下跌就到底了啊。包括这边白线往上趋势开始，那么当白线往下的时候呢，趋势结束又要进入震荡区间了。这样的话呢，可以帮你判断短线到底要不要离场，还是说继续等待。当然呢，也可以切到一些稍微小的周期，但这一个不建议使用太小的周期，使用太小的周期可能会失真啊。所以一般来说呢，使用1小时以上的周期。例如在这里1小时，绿线上穿红线代表趋势开始，那么只要绿线一直在上面，你就可以一直直到这里，红线重新在上面，把这一段拿完。那它这个还是比较舒服的，也适合一些做趋势的朋友在这里面找机会。然后就是刚才讲的，红线和绿线接近却没有突破成功，这些也是一些明确的位置。再结合布林带的一个支撑阻力，就可以很好的判断当前市场的位置到底什么位置比较合适了。好，那本期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，欢迎观看我的其他教学视频，也欢迎使用我的 TradingView 指标，谢谢。